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嚟到 MY 高清談。今日呢，由我高爸爸同大家講一單呢係非常之都好震撼大家啦，同埋係近期呢好熱門嘅一個嘅新聞，就係講呢馬來西亞羽毛球混雙選手賴佩君啊，咁佢呢就墮入詐騙集團嘅圈套啊，畢生嘅積蓄呢都係俾人哋呃咗啊，就超過40萬嘅令吉。咁首先呢，都響度呢係祝福阿佩君啦，係可以盡快走出呢個陰霾啊！知道都唔容易嘅。咁我哋呢喺當中呢，亦都可以知道呢，哇！原來而家嘅詐騙集團呢，真係越嚟越厲害啊，無孔不入啊！咁究竟係而家有啲咩嘅商業詐騙嘅手法，我哋又可以點樣預防呢？等高爸爸呢，同你分析5個最常見嘅商業詐騙嘅手法。同埋咧，教大家究竟點樣可以咧防範於未然啊！第一種常見嘅商業詐騙手法就係投資詐騙。響2020年，馬來西亞警方揭露咗一宗涉及加密貨幣嘅投資詐騙案。嗰單案呢，共吸引咗超過3000名嘅投資者。詐騙者呢，通常呢係會通過承諾高額回報去吸引投資者，最後佢捲走咗超過1億馬幣啊！行騙嘅手法係點樣嘅呢？詐騙者通常呢會用社交媒體啊、網絡廣告啊，同埋投資研討會咁樣呢去接觸受害者，宣傳佢哋嘅投資計劃。佢哋會要求投資者首先呢係要俾一筆嘅開戶嘅費用，通常呢都係幾百至到幾千溝等等啦，並且呢會提供虛假嘅盈利報告，以增加投資者嘅信任。之後投資者就會被鼓勵定期嘅追加投資，以獲取更高嘅回報。投資者呢初期可能呢係會收到一啲小額嘅回報㗎，但係呢啲都只係為咗增加對佢哋嘅信任。當累積嘅投資金額達到一定數量嘅時候，詐騙者就會關閉咗個平台，完全消失咗啊！投資者最後呢就會損失咗所有投入嘅資金啦。除咗投資詐騙之外，電信詐騙都係非常之常用嘅手法。2019年，馬來西亞警方逮捕咗一個專門針對老年人嘅電信詐騙集團。呢一個集團會利用假冒嘅政府官員身份，通過電話向受害者索取未繳嘅稅款，合共有200幾個人受騙啊，損失總額超過500萬嘅馬幣。詐騙者通常會用電話聯繫受害者，就話自己呢係稅務局或者係警察局嘅官員，聲稱受害者因為未繳稅款或者涉嫌犯罪而面臨逮捕，佢哋會要求受害者即刻將所謂嘅罰款或者未繳嘅稅款轉入指定嘅銀行戶口，以避免法律行動。受害者通常都會被威脅，如果唔俾嘅話呢，面臨嘅法律後果係更加嚴重㗎。受害者喺恐慌之中就會轉賬俾詐騙者。最後發現自己俾人呃咗，而詐騙者已經逃之夭夭，冇辦法追翻呢個款項啦。除此以外，購物詐騙係非常之常用嘅手法。喺2021年，一間網絡購物平台詐騙行為曝光啊！呢個平台上面嘅假賣家聲稱會出售熱門嘅電子產品，吸引咗幾百名嘅消費者落單，最後消費者雖然俾咗錢，但係就收唔到貨，總共損失咗超過200萬嘅馬幣㗎。詐騙者呢會喺知名嘅網絡購物平台上面呢就開一個假嘅店鋪，發佈呢以低價銷售熱門商品嘅廣告去吸引消費者。消費者喺呢啲平台見到低價商品之後呢，就落單啦，並且通過平台去支付。詐騙者可能會提供虛假嘅物流信息，以延遲受害者嘅疑心。
消費者支付之後，但係就收唔到商品，試圖聯繫賣家嘅時候，賣家已經逃去無蹤啦。平台呢都冇辦法去幫佢追返呢個損失。除此以外，房地產詐騙都係非常之嚴重嘅。2018年，吉隆坡一宗房地產嘅詐騙案當中，有幾百名買樓嘅人被假冒嘅開發商騙取訂金。嗰間開發商宣稱即將會建設一個豪華嘅公寓項目，最後就粒水唔見咗人啦。總額係超過1500萬馬幣添啊！詐騙者通常會透過房地產嘅展覽會啦、廣告同埋社交媒體去宣傳佢哋即將會開發豪華公寓嘅項目，吸引潛在嘅買樓嘅人。受害者被要求支付訂金以確保購買嘅名額，甚至會用早鳥優惠以鎖定優惠嘅價格。詐騙者提供偽造嘅建築許可同埋合約文件去增加可信度。當買樓嘅人意識到項目冇進展，同埋試圖去聯繫開發商嘅時候開發商已經消失咗啦，俾咗嘅訂金亦都冇辦法攞返咯。仲有一種就係工作詐騙。響2022年，一個跨國嘅工作詐騙集團喺馬來西亞被揭發啊！呢個集團係通過招聘網站去發佈虛假嘅海外工作機會，吸引求職者繳納手續費同埋保證金。差唔多有500名嘅求職者受騙啊！總損失係達到300萬嘅馬幣。詐騙者通常會係透過招聘網站同埋社交媒體去發佈高薪海外工作機會嘅廣告，吸引求職者。求職者就會被要求支付手續費同埋保證金，以便處理簽證同埋工作許可嘅事宜。詐騙者提供偽造嘅合同同埋文件嚟增加佢嘅可信度。同樣，求職者俾咗錢之後詐騙者就消失咗，聯絡唔到啦。求職者未能獲得任何工作機會之餘，所俾嘅錢亦都攞唔返咯。某啲嘅特定群體喺面對詐騙嘅時候往往會更加容易成為受害者㗎。例如老年人啦，老年人通常對現代科技同埋詐騙嘅手法都唔係太熟悉，更加容易會相信聲稱來自官方機構或者可信來源嘅電話同埋信息。此外，佢哋可能缺乏對詐騙手段嘅警惕性同埋辨別嘅能力。除咗長者，年輕人同埋學生都會通常對高回報投資同埋工作機會感到興趣嘅，但係佢哋就缺乏經驗同埋財務嘅知識，容易被虛假嘅廣告吸引，尤其是喺互聯網同埋社交媒體上面啊。新移民同埋外籍勞工通常都會係呢一班詐騙集團嘅對象嚟㗎，因為佢哋對當地法律同埋程序唔係太熟悉，語言障礙都使佢哋更加容易相信來自官方或者權威嘅來源信息，同埋佢哋都會好容易被高薪嘅工作機會所吸引。另外，經濟較困難嘅人對快速致富嘅機會係更加敏感㗎，容易會俾高回報嘅投資同埋快速嘅賺錢方法所吸引住。佢哋可能係因為急住要資金而忽略咗風險㗎。咁究竟我哋點樣可以防範頭先所講嘅商業詐騙手段呢？第一，我哋一定要驗證信息嘅真實性。例如喺進行任何投資之前，要通過獨立嘅財務顧問或者合法嘅金融機構進行驗證。如果喺馬來西亞嘅話，可以查詢投資公司係咪喺馬來西亞證券監察委員會 SC 或者馬來西亞國家銀行嗰度註冊。如果你接到嚟自政府官員或者機構嘅電話，即刻可以收線，
並且咧打返去嗰個機構嘅官方電話號碼去進行核實，千祈唔好輕易俾個人信息或者轉賬俾其他人啦。如果喺網絡購物嘅時候，檢查下賣家嘅評價同埋歷史嘅交易記錄，使用具有買家保護政策嘅平台，避免直接轉賬俾賣家。房地產詐騙嘅話呢，就可以查閱開發商嘅註冊信息同埋過往嘅項目記錄，可以通過馬來西亞房地產發展商協會 REHDA 確認佢嘅合法性。揾工嘅話，核實招聘信息嘅真實性。如果係涉及海外工作機會嘅話，就更加要小心啦。可以通過大使館或者官方嘅渠道查證招聘公司嘅背景同埋工作簽證嘅要求。除咗驗證信息嘅真實性之外，我哋都要識得保護個人嘅信息啊！參加任何投資計劃之前啊，避免提供過多嘅個人同埋財務信息，唔好隨意喺電話或者網上透露個人身份、銀行帳號等等嘅敏感信息。收到可疑電話或者信息嘅時候啊，要保持警惕啊！簽任何合約之前啊，一定要仔細嘅閱讀條款，並且避免喺未經律師審查嘅情況之下提供個人同埋財務信息。求職過程，避免喺未確認招聘公司真實性之前就提供個人身份證明文件、銀行信息或者支付任何嘅費用啊！仲有，我哋呢需要尋求專業嘅建議，喺重大投資之前，諮詢專業嘅財務顧問或者法律顧問，並且參考多方面嘅意見。喺購買高價商品或者唔熟悉嘅賣家嗰度買嘢嘅時候，諮詢一下有經驗嘅朋友或者家人，同埋尋求消費者協會嘅建議。仲有啊！要時刻保持警惕同埋理性，避免因為俾高回報嘅承諾所誘惑，對於不合理嘅高收益保持懷疑，並且要了解風險。網上購物嘅時候，如果見到比市價特別低嘅商品啊，要保持警惕啊，並且審慎嘅去選擇購物平台。如果發現有任何可疑嘅活動，記得要報警同埋舉報啊！投資活動嘅話，可以向馬來西亞證券監察委員會或者警方去舉報。如果懷疑工作機會係詐騙，可以向當地勞工部門、警方同埋相關嘅大使館去舉報，以防更多人受騙啊！希望以上有關商業詐騙嘅資料對大家都有幫助啦。記住啊！大部分受騙嘅人初都唔覺得自己會受騙嘅，所以大家記得時刻都要警惕，提防詐騙啊！鍾意我哋馬拉糕 Family 嘅影片，記得訂閱我哋啦！多謝各位。